近期有消息表示，我国的052D 即将出口，并且还配备了一整套的作战系统，连鹰击21都在上面。而这款军舰的出口，也代表着全球最强外贸防空舰的宝座落到了052D 的头上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之前我国对外出口最先进的军舰，就是卖给巴基斯坦的054A 护卫舰。作为我国在本世纪初大量建造的一款军舰，虽然它的吨位只有4000吨，对我国海军来说已经有点不够看了，但对于巴基斯坦来说，已经是他们的最强战舰了。而现在，我国又将迎来一款出口战舰，并且这款战舰即便是在我国海军中都没有服役几年。它就是我国的052D 驱逐舰。052D 从2014年服役起，我军就开始大量建造并列装，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它的性能强大与设计优良，不然我国海军也不会这么大批量的建造了。而这款军舰目前最新批次的排水量为7500吨，并且能够搭载防空、反舰、反潜等多种舰载武器，还能与其他海军舰艇进行协同作战，对敌方水面舰艇、潜艇进行打击，无论是防空能力还是防空作战能力都十分强大，还具备着一定的对地打击能力，堪称是一款全能军舰。而出口版有人可能会认为会缩减一些性能或者数据，但是从发布的报道来看，这款用于出口的军舰052DE 和我军目前最新批次的052D 一样，都是7500吨的排水量，配备了柴油燃气联合推进系统，最快能够以32节的速度航行。武器配备上也和052D 一样，都采用的64单元通用垂发系统，可通过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米波搜索雷达。不过在关键的雷达数据上应该进行了更换，换成了专用于出口的雷达数据。当然，这款军舰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配备了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。在海军节之前，我军展出的055发射鹰击21导弹的画面，让大家知道了这款导弹已经能够装备到我军的驱逐舰上。而在航展上展出的鹰击21E更是让大家议论纷纷，这玩意儿也能拿出来卖的吗？作为目前连美国都没有的高超音速导弹，除了俄罗斯之外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上舰的。因此，其他国家一旦买了这款导弹，那就意味着必须要购买我国的军舰进行配套使用才行。当时还有不少人猜测，是不是055也能拿出去卖呢？055可是连美军都不得不承认比自家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要强，是全球现役驱逐舰中战力最强的一款战舰。直到后来有消息报道说是052D也能搭载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，再加上这次的出口版052D的出口显然已经行将不远，所以052D出口版在性能上不但没有缩水，武器系统反而得到了加强。但由于武器采购要考虑两方面因素，一方面是性价比，一方面是政治因素，因此即便是我国的武器物美价廉，但购买的国家并不多，大多是一些发展中国家，他们迫于自身经济压力，才不得不选择价格便宜的中国武器。像巴基斯坦就是采购了我国的大量装备，价格要比同类型西方武器便宜上1倍不止。但我国武器的价格再怎么便宜，那也带有一个成本价。052D 这种驱逐舰作为我国海军的主力战舰，性能已经摆在那儿了，所以一艘的造价为34亿人民币。如果再算上配备的一些其他设备的话，那需要的价格就更高了。以这个价格来看的话，像巴基斯坦这种经常购买我国装备的国家根本就承担不起，只有某些土豪国家才能承担得起。像这些土豪国家，虽然自家海军用的都是美式装备，但是这些美式装备都不是美军的核心装备。美军目前用于出口的核心装备只有宙斯盾作战系统，具有远程防空能力的整艘军舰并不提供。更何况美军自己都没有高超音速导弹，某土豪国在这时看到了我国选择将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出售，
购买052D 是很有可能的。毕竟在上世纪，土豪国连买东风导弹都不带眨眼的。像这种尖端武器，只要看上了，那钱对于他们来说压根儿就不是事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卖给俄罗斯海军的。俄罗斯海军本就拉垮，经历了俄乌冲突接连沉没几艘主力战舰之后，让本就拉垮的俄罗斯海军变得更加不堪。以俄罗斯造船业的情况来看，想在短时间内补充这批军舰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此，俄罗斯海军为了填补这部分损失的军舰，可能会从我国购买052D。而052D的出口不仅代表着我国有着全球最强的外贸防空舰，也代表着我国的新驱逐舰也在列装的路上。不然的话，这么一款主力战舰怎么可能就直接拿出去卖了呢？